通过人力发射的抛石机在宋代已经发展到极致，除了可以抛射巨石，甚至出现了生化武器。今天的烽火180秒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北宋时期的炮啊，在军队属于攻防利器，主要有石炮和火炮的分别。那个时候火炮呢，还主要用于燃烧，威力和作用要小于石炮。今天的人们对古代炮的了解，主要归功于《五经总要》一书的问世。北宋中期，由曾公亮、丁度、奉旨用了4年时间编撰的《五经总要》，是当时一部重要的官修军事著作。最大的优点是图文并茂，让我们对当时的兵器、阵图、战船、城防等等方面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。北宋军队所用的抛射炮啊，主要有单烧炮、双烧炮、5烧炮、7烧炮、旋风炮、虎蹲炮、手炮等等。这里的手炮呢，需要2人同时操作，炮石重约半斤，这是最小型的近距离杀伤性武器，是宋真宗时期知宁化军的刘永熙所创制。7烧炮啊，这是较大型的，需要250人拉动绞盘，2人负责定放，炮石重达90到100斤。除了以上这些，还有独角旋风炮、卧车炮等等。炮车设有双轮或者4轮，可以来回推动，行动很是方便。炮烧是石炮的一个重要部件。根据南宋陈规《守城纪要》记载，说炮烧一般选用上好栎木和檀木，需要在水中长时间浸泡，然后用麻索和生皮相间捆绑。关于炮的抛射物，不仅仅局限于石头，还可以是火球、火药子、铁犁记、烟球、毒药烟球、粪炮罐、金枝罐等等。这里的烟球内里是黄毫和火药，外面糊上纸，再用麻绳固定，最后啊用融化的松脂涂抹包裹。北宋的时候啊，还没有导火索、火药绳，上得阵去，先用烧红的铁锥扎透引燃，抛射出去，可以释放大量的浓烟，这就是1000年前的烟雾弹。毒药烟球，它的制作手法和烟球类似，制作的标准要更加复杂严谨。那里除了硫磺、木炭末、硝石，还增加了草乌头、狼毒、砒霜，投放出去可以释放有毒气体，一旦吸入体内啊，轻者口鼻流血，重者口吐白沫，倒地不起。相比毒药烟球，粪炮罐的制作要更加考验工匠的耐心和手法，通常需要将人类排泄物晒干打碎，加入狼毒、砒霜、巴豆、石灰等等，放在一口大锅里面煮到咕咚冒泡，舀出来灌进一个特制的薄瓦罐，抛射出去，据说可以穿透铁甲，一旦中招就会生疮溃烂。毒药烟球和粪炮罐在释放过程中啊，需要格外小心，操作的人要用乌梅、甘草含在口中避毒，可以称得上是最原始的生化武器了。想了解更多两宋历史，欢迎来我的频道观看慢聊两宋烟云系列视频。读历史知善恶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